大家早，阿弥陀佛。首先，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我。一个人，当你决定要修学佛法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观念，首先你要先确立的，就是佛陀的教法基础是在于一个无我，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凡夫的我。那很多人修学佛法10年、20年，乃至一辈子，越修越烦恼。还没有修学佛法的时候，在五毒当中，所以并不知道什么是贪嗔痴慢疑。但是一旦修学佛法了以后，知道了是贪嗔痴慢疑造作了无始以来的痛苦的轮回。但是学佛它不是学我，也就是说你要先了解，你要学习佛法的这个我是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我吗？还是一个五蕴假合的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认知，我们修学是要去了悟今生的我，它是一个无常之体，没有恒常的，没有永恒的，它就是不断的在这生死轮回这大海当中再浮再沉。所以修学佛法的第一步，就是先认识你所认知的这个我是一个无明的我，也就是充满着五毒烦恼的我。而这个我呢，在佛法的观点而言，它就是一个因缘聚合的假合体。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30岁的你，就是真的是你吗？那在你10岁的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思想行为有完全一样吗？想必是没有的。所以到底是你10岁的时候的那个你是你的我，还是现在30岁的你是真实的我？在佛法的观点，这两个都不是真实的你，也就是无我，也就是因缘假合聚合的我。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心念，就是要把持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是清净的，是服顺于本具清净自性的如来藏。当我们能认清我们的自心就是清净的，就是本具清净的如来藏，所以你这当下在你心中所烦恼你的贪嗔痴慢疑，它就如同是一个灰尘一样，是后天因缘的假合覆盖住你本具的清净的自心。所以在学佛的第一个当下的念头，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就是，我是要学佛。学佛陀告诉我们，众生皆具有本具清净的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的自心是本具清净的。所以当你安立，你学佛是要了解清净本具的自我，也就是清净的如来藏。所以你是要返璞归真，也就是说回去找到你自己最清净的那个自心。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在末法的学习佛法的居士们，他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把自己的心校准对准，反观自心，把自己的心回归本具的清净的如来藏。也就是说，没有在听佛菩萨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言告诉我们，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完全忘记了这个修行第一个最重要的要诀口诀，忘记了学佛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带回家。
带回这个清净本具的如来藏之家。学了佛以后，佛教的名相太多了啊，从唯识观、中观太多了，所以学佛了以后，忘记了自己要把持的那一念心，就是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教言，找回自己本具的如来藏，也就是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的这个本心、这个本质、这个因，就是你要安立在我们本具的清净如来藏。我们为了要找回自己清净的自信而学习佛法，而不是学习佛教的那些名相、宗派大师的知见。所有佛菩萨的教言都是在引导我们做什么呢？去学习这么多佛教的道理吗？不是。所有佛菩萨的教言乃至于佛经，都是在引领我们凡夫去看到、找到自己本具的如来藏。如果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本心，你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根本没有升起，你或者是你根本从来没有去思维的话，那所有的这些修学佛法的名相也好，乃至于持咒拜忏、做很多的加行也好，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加行、持咒、念佛、拜忏、广大供养，它终究真实的力量会很难的去展现，因为你忘记了我们的自心就是一个清净本具的如来藏。我们要先安立，我们学佛不是学我，不是学我执、我见、我所认为的观点，我眼中所认为的佛教的观点。如果你是安立在我见、我思、我执、我爱执的思维去学习佛法的话，那最终修行绝对不会能够得到结果，因为这背离了佛陀告诫我们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就是我们的自信清净、本具清净的如来藏。所以你带有一个凡夫的心去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碰撞，非常多的不能理解，乃至于对佛法僧三宝会产生很多的邪见，很多不正确的观点，最终修行就会退转道心。原因就是修学佛法一开始你用错心了，你不是用佛陀告诉我们的本具清净的自心去学佛法，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干净的、充满着没有任何杂染五毒的这个本具清净如来藏去修学佛法。你是带着我执、自己过去的习惯、自己过去的知见、自己过去所有所认知的，有这个过去还不代表是今生的这个10年前的过去，甚至代表过去生这个杂染、这个污秽太多太多了。所以修学佛法，第一，我们要把自己放空，也就是像空的一个杯子一样。然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要完全的清干净，也就是没有杂染，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本具的清净之心，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过去所建立的社会习气，或者是学历，或者是执着的知见来学佛。所以是一个干净的杯子，也就是你的内心是干净的，尽量能够学习佛菩萨的这种清净的本怀。那最重要的，我们的心还要能够像一个没有漏洞的杯子，也就是不是一个前1个小时学习的佛法，半个小时之后马上就忘记了就是不是漏气，就无法承载这个佛菩萨的智慧与法师们的教授。
那当然，修学佛法，我们一定也要断除我们内心的高慢，也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了，或者在修行上已经学习了很多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知见了，这个就会形成一种你的心是满的，没有谦卑的心，没有柔软的心去学习佛法，那当然你的修行也无法成就。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学佛者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有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学佛，跟着一个法师或者是跟着一个在家居士的团体不断的学习佛法。现在的学佛的环境比过去更方便了不用去道场，不用去听法师的开示，在网络随便打个搜寻的字，或者在 YouTube 任何自媒体都可以开示佛法，不管是出家法师或者是在家居士，所以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宗派都可以。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修学佛法者却越修烦恼越多呢？因为忘记了本心，忘记了你修学佛法真正你要用的心，就是这个本具清净的如来藏，也就是本具清净的心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没有慢，没有疑，也就没有五毒。所以各位都是有缘分来到我们的频道，看我们的一些开示，或者听我们所设计的一些佛教咒语的影片，想必各位都是已经有一些心愿，或者是有一些因缘，甚至有一些动机想要学习佛法。所以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你一定要安立自己的心，就是一个干净的本具清净自心的如来藏。先用这个去安立，然后抛开你所有的执着，所有的五毒，然后用全新的心去学习佛、菩萨、法师们对我们的教诫。那这种态度呢，基本上你这当下已经造作将来能够学习佛法的一个顺的因缘。当然，修学佛法是一个非常浩瀚、深广与漫长的道路，但是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难就是难在我们看不到自己本具清净的如来藏，简单就是简单在我们的清净的本心跟诸佛菩萨的本心一样的。所以当你诵佛经的时候，当你在念佛经的时候，当你在持咒的时候，当你在禅修的时候，当你在佛寺做义工的时候，当你在供养三宝的时候，请记得你的心一定是要跟诸佛菩萨一样的，这种无所为、无造作、清净的本具如来藏。用这样的心去学习，用这样的心去供养，用这样的心去反思所行、所思、所业，那你就能够在每一个善行当中积聚无量的功德与资粮。所以请相信自己，用时间去堆叠自己的修行。今天我就用这个跟大家做分享，不要小看自己的一个起心动念，因为你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一个业。如果这个善的念头，你就会将来有一个善的果报；如果是一个恶的念头，将来也会有恶的果报。当我们提起正念、持咒念佛、听闻法师开示的时候，请你记得把自己的心找回家。你的心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听我们开示的时候，你的心要尽量的去接近佛菩萨的心，也就是你会看到自己本具自心的光芒、自信与温暖。那我希望今天我的分享能给予大家一点启发。学佛
他不是学我。那如果对你有所注意，请记得在影片点赞、分享我们的影片，然后留言告诉我，因为这些都是我比较有机会跟你们做这样间接的互动。如果看到有很多人点赞，很多人分享或者留言，我就会知道我这一篇的开示有说到一些内容是触动了一些你们心性的一种学习。那将来我在影片的开示里，我就会比较有更多方向，用浅白的方法来跟大家说佛菩萨的一个本心本怀。也请各位一定记得要给我一些回馈，一些分享。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回见，祝福大家福慧双修，吉祥喜乐，阿弥陀佛。